欢迎收看第1145期北京不静音。我们先从广东揭阳那个虐狗事件聊起啊，已经发生了很多天了。我其实一直在拖啊，我知道我应该做一期节目为这个事情发声，但是呢，我有一点抗拒啊，因为太惨了。你看多了那个狗狗的生前啊，可爱的照片呀、视频呀，会有一点抑郁啊。另外呢，你会感到非常的愤怒，对于把他虐杀的这几个少年。当然了，他们是未成年人啊，你能拿他们怎么办呢？其实我更关心的不是说他们受到怎样的一个惩罚，我更关心的是这几个少年啊，现在事情搞成这样了啊，他们内心知不知道自己真的错了啊？我觉得未必啊。你可以从他的那些家长，还有他们身边的这些人啊，包括揭阳当地的一些人的做法，你可以感受到啊，对吧？他们故意的又虐杀了更多的狗，然后去做成狗肉，然后去挑衅啊，对这个事情关注的这些人，对吧？甚至呢，有的时候扮演起受害者啊，说他们受到了网暴。所以从他们的这个表现来看，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，那更别提这几个被他们保护起来的这些未成年人，可能更加意识不到自己做错了。由此呢，我就想到了最近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啊，就是这个蒋方舟，对吧？他的硕士被撤销了啊，最终查证他的这个论文里面有造假的成分。蒋方舟虽然在微博上进行了一个道歉啊，但是他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吗？那个道歉里啊，寥寥数行啊，还有很多的语法问题、语病啊，这个都不细究了啊。但是呢，他在这个道歉的文字里，他并没有说自己错在哪里啊。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道歉，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错在哪里。其实蒋方舟呢和那几个虐狗少年啊，在认识错误这方面，这两个事情是有同构性的，这就是我今天想放在一起讲。很多人去意识错误啊，他不是从自己的行为本身去意识错误。我们举这个虐狗的例子来说啊，你去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好玩啊，你拿石头去丢这个狗啊，或者说你心里有一团对社会的不满，或者就是那种没有家教的约束的那种戾气，无处去释放。好，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弱小可以去欺负。那这些孩子去欺负那个狗的时候，那狗会喊疼啊，狗会很惨呀，甚至他们拿火去烧它，甚至据说最后又把它的眼球挖出来。那在整个这个过程中，狗的这种反馈，它因为痛啊，这种反馈不能够让你感觉到你的行为是错误的吗？不能。那蒋方舟跟这些虐狗少年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他们感受错误啊，就觉得啊我错了，是吧？他们不是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痛苦上感受到的，他们感受不到啊。你像蒋方舟，这些造假的行为，那你等于这是一种不公啊，对吧？你学术造假，你就这造成了一个社会的不公嘛，你等于是让其他人的利益受损，他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。那他什么时候能意识到自己错误呢？他是从自身的痛苦才能感受到，啊，这些孩子还没有感受到痛苦，可能因为被这些周围的这些成年人给保护起来了，对吧？那蒋方舟感受到痛苦了，这个硕士被撤掉了啊，包括现在整个舆论都在抨击他，他感受到这个痛苦了，他从这点上，他才觉得说，好像是做错了，但这个错呢还要带一个引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撤销他这个硕士学位之前啊，已经有人举报了，对吧？已经有人说他造假，那他自己造没造假，他心里是明白的，对吧？但是，真正这个重锤落下来之前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去回击啊，说人家污蔑他啊，甚至说要告人家啊，等等等等的，他还在那里死撑，他并没有意识到错误。那怎么他就突然意识到错误，要发一个微博去道歉了呢？是因为
这个重锤落下，切实砸到他身上啊，让他受到了惩罚，他痛了，他才喊说哦，那我错了。但这个认错，我觉得也不是真诚的，就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。为什么他们都那么不容易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呢？我觉得这跟整个社会风气啊，整个社会的教育是有关系的。就是这些虐狗的少年，包括保护他们的当地这些解养的人，因为很多人说啊，这算什么呀？为什么他们会说出这么轻描淡写？就你对一个生命的这种虐杀，然后你觉得这算什么呀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们见识过更恶劣的事情啊！你别说虐杀一条狗了，你在广西，对不对？吃人的事情都有，所以他们觉得这算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为难这些孩子呢？他们见识过这个社会啊更黑暗的层面，有比这些虐狗的少年更恶劣的存在，但是人家都活得好好的，对吧？蒋方舟也一样，多少学术造假的，那怎么就我倒霉呢？那其他那些比我更恶劣人、更坏的人，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，那凭什么我就错了呢？他们都是这样认知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他们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吗？没有，只是形势所迫啊。蒋方舟要发一个微博来道歉，那这可能这些孩子到时候他没有那么大影响力啊，他不是公众人物，他可能不需要出来道歉。或许呢，有一些适合于未成年人的一些管教的方式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但是我觉得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啊，就是一个社会啊，真正犯错的人，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真正错误的点在哪里，然后整个社会无法形成一个共识，就究竟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啊？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。那可怕在哪里呢？就在于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真的错的时候啊，他只会去想说，哎，你比如这些虐狗的少年啊，他说，那我下次啊，我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做这个恶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拍影片了啊，我只虐狗，或者我拍了影片，我只自己看，我不要发到网上，不要让人家发现，我做得更隐蔽一点，对吧？像蒋方舟这样的也是会这么去想啊。你看这么多人作恶都没有受到惩罚啊，我倒霉啊，我这一两年啊流年不利，我不顺，所以砸到我身上了。那我以后要做得更隐蔽一点。他们会这么想问题，给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这样的。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哎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们只是倒霉撞到枪口上啊。那我们不是说我不要做这些恶事儿，做这些错事儿，而是我要去想怎么能更隐蔽的不让人去发现。我觉得这是这两件事情啊，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，我想去跟大家分享的点啊，就关于如何认知到错误啊，是通过别人的痛苦，还是通过自己的痛苦，这个区别很大。感谢收看、订阅、分享。